皇后娘娘万安。龙主学会宫中礼数了？这不是礼数，是对皇后娘娘的敬意。你倒是难得出来。就算要被困在这里一辈子，也得看看关着自己的笼子是什么样子。看来，你已经适应了宫中的日子了。适应荣嫔这个身份吗？听闻，按照皇上如今的宠爱，我迟早会登临妃位或者贵妃位，是吗？我不瞒你说，我穿着这身衣裳，行着这些礼仪，我心里想的，只有我愿意想的人。相见啊，这些话你可只能对本宫说。臣妾知道。因为在这个地方，只有你真心劝我活下来，顾着我身后的族人。算来，你也是为了皇上才这么做的。可是到头来，这宫里的唯一的一点真心，竟也是你给我的。这份情谊，韩相见记在心里，来日定会报答。额娘，额娘，嘿。额娘，额娘看看，变胖了。于娘娘的儿子很好。你在于娘娘那儿，额娘就是安心的。皇后娘娘，12阿哥刚去向太后请安，太后听闻12阿哥在木兰围场饱受惊吓，很是挂念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先行告退。许久没有听到林大人的消息了。自从木兰秋险林大人救护有功，皇上便格外器重，总留在御前。儿子也有几日不见林侍卫了，皇阿玛说，这几日不必他再照顾儿子往来。其实儿子觉得林侍卫性子好，又能救儿子，实在是很好的。哟，12阿哥可别这么说，林大人是侍奉皇上的，若无皇上关切，林大人怎能救您呢？到底还是皇上恩泽庇佑，您与皇后娘娘才能安然无恙啊。永基，额娘给你缝了件衣裳，你和容佩回翊坤宫试试。好，容嬷嬷，我们走。林大人如何？林大人救助有功是好事，但太过显眼，只怕皇上心里也未必乐意。有机会见着林大人，请他沉住气，韬光养晦。皇后娘娘金玉良言，奴才替林大人记下了。宫中真有这样的传言？是啊，流言纷纷，甚嚣尘上。虽然都说谣言止于智者，但宫中又有多少智者？多的是别有用心之人罢了。流言伤人比刀子还利。但如若皇上不信，流言就如风一般吹过就散了。若皇上信了，就不只是流言了。姐姐，我有一个法子可以引开祸水。一个流言可以被另外一个流言分散熄灭，姐姐可别忘了凌云彻和令妃。如若这样的话，咱们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又有什么分别？罢了吧。
见怎样？你若不放，救你性命，霎时休矣。你有甚道说？敢持此狂言？皇帝和皇后怎么都不作声啊？这戏怎么样啊？皇帝啊，皇娘，这戏好。这戏好在哪里啊？都好。你们俩都没什么心思看吧？这一出《白蛇传》讲的是许仙被法海和尚蒙蔽，诓进了金山寺。这下子白娘娘着急呀，这一怒之下赶到了金山寺，哀求法海放了自己的夫君。皇后，你可看明白了这出戏？看明白了。哀家瞧你不太明白。这男人啊，都容易糊涂。许仙没什么主意，可有了主意呢，比谁都铁石心肠啊。白娘娘即便是蛇仙，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去求自己的夫君，求他回心转意，为的就是夫妻团聚。这白娘子倒是肯为了夫君的一厢情深委曲求全啊。皇额娘说的对，白娘子为了许仙开药房、盗仙草、生儿育女，幸亏许仙知道夫妻之情，幡然醒悟。若许仙也是一个执迷不悟之辈，那白娘子痴心错付也是枉然。方才你们俩都像闷葫芦似的，线下说起来倒是一套一套的了。这段日子皇帝都没进翊坤宫吧？两个人更没什么话说了吧？让皇娘操心了。让皇额娘操心了。养儿100岁，长忧99啊！哀家实在是看不过眼，永基这么小一个孩子，为了你们俩愁眉不展的。哎，这下一出什么戏呀？太后，是皇上和皇后娘娘都喜欢的那出《墙头马上》。这是出好戏呀！哀家记得皇帝和皇后都喜欢这出戏。皇娘，蒙古王公进京，儿子回去安排觐见之事。便这么急？也罢，政务要紧，别因陪哀家这个老婆子看戏耽搁了。去吧。是。皇额娘，儿臣在安华殿供了香油祈福，也不好耽误时辰。罢了，你也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太后，您真是白准备了这出戏了。这俩糊涂人身在其中却不知道。太后已经足够费心了，能不费心吗？哀家老了心软，看不得永基那可怜样。再说帝后不协，宫中难免有人借机兴风作浪。你以为哀家的耳朵没听到这些流言吗？流言蜚语在宫中几日可少的，只要皇上心智坚定，
便不能为流言所惑。太后，那内出墙头马上，改日再听吧。你这样做虽然是想撇清我，可对于凌云彻而言，他还不是一样深陷流言之中。那又怎么样？只要这个人不是姐姐，我就敢去做。这件事摆明了就是令妃要陷害姐姐，我怎么容许她得逞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你这样会害死凌云彻的。如果这么做可以狠狠惩治令妃，那又如何？海兰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可是在这宫中，人人都为自己着想，我们若不为自己想，迟早会被别人害死的。就算我们在宫中再身不由己，凌云彻也是无辜的。他曾多次救助于我，不该成为我和令妃之间的牺牲品。下着雪真安静啊。您见着皇上也安静，两个人都没什么话说。彼此情浓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，如今开口，倒怕会伤着彼此。还是安静些的好。皇后娘娘，皇上请您前往养心殿一趟。为何？皇上正在为流言之事问令妃的话，玉妃带了茂倩来面圣，一口咬定凌云彻与您有私情。你别忘了，这是在御前，你绝不可以污蔑中宫，更不可以有辱皇上圣听。皇上，您万不可听茂倩胡言。哼，俗话说得好，酒后吐真言，梦里话心声。若不是同床共枕，怎知道你竟如此的心心念念，连梦里也不能忘，常常呼唤皇后娘娘的闺名啊！如意如意，倒真是个吉祥如意，一听让人难忘的好名字啊！放肆！皇后的闺名岂是你可说的？妾身有罪。皇上，茂倩此言子虚乌有，胡言乱语。我胡言乱语？哼！20年4月20一次，20年12月22日又一次，25年9月13再一次，5年间梦遗3次，这到底说明了什么？这些日子，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后来了，坐。皇后啊，这些人在朕的身边聒噪，朕本不想听的，但是这事涉皇后，所以就把你请来了。臣妾方才在暖阁门口听得一言半句，确实与臣妾有关。哦，那茂倩方才所言，凌云彻梦呓的日子有些特殊，你也都听见了。是。20年4月20是景祀妖王之日，20年12月22是永景妖王的次日，25年的9月13是皇上知道荣嫔不能生育，深责臣妾的那一日。不知道凌云彻梦呓的这些日子是偏巧了，还是他与皇后真是悲喜与共啊？皇上，茂倩说林侍卫在梦中喊的是臣妾的闺名，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如今也未可知。凌云彻是皇上的御前侍卫，且忠心耿耿。那3日也是皇上的悲痛之日。就算凌云彻在梦中说出如意2字，臣妾想，
凌云彻也是想助导皇上遂心如意。倒是茂倩，你的心思不可揣测，你为何就认定凌云彻说的“如意”二字就是本宫的闺名？皇上，妾身实在不敢冤枉皇后，可此事一而再再而三，妾身也是心存疑虑，不敢确实。直到妾身发现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皇上，茂倩还有物证。哦，呈上来。茂倩，你竟敢妄动我的箱子！哼，这口箱子这么多年来，你都自己好好锁着，不让我动。我就好奇，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让你稀罕的跟眼珠子似的。直到我小心翼翼地撬开了这锁，看到了这稀罕物。皇上，请看，这靴子虽是10几年的旧物，可是穿靴人爱惜，针脚还犹新。可这如意云纹却暗含了皇后娘娘闺名的谐音和妾身渔夫的名字，还绣在这般隐秘的地方。皇后娘娘，你可认得这靴子？本宫自然认得这双靴子。皇上，当年在冷宫的时候，臣妾与索性身陷火海，幸得林侍卫相救。这事儿皇上也是知道的。索性就亲自做了一双靴子，替我2人向林大人略表谢意。是索性啊？皇上若不信，可以唤索性来问。谁不知道索性是皇后娘娘的贴身侍婢？这云纹即并不是她绣的，她也会替皇后娘娘认下来的。皇上衣衫上的如意纹大多出自本宫之手，而这靴子的如意云纹是索性绣的。皇上若不嫌费功夫的话，可以拿一件皇上的旧衫和这双靴子一对针脚。也好，针脚玉壶来办。玉壶，拿去比对。是。如何？皇上，奴婢比对过了，这靴子上的绣花的确不是出自皇后娘娘之手。怎么会这样？即便如此，索性也是听命于皇后娘娘。凌云彻也是把这靴子宝贝了那么多年，并不能说明凌云彻和皇后娘娘没有私情啊。鄂阴珠，难道救命之情在你眼里就是阴私之情吗？皇上，来人，奴才在。把玉妃拉出去清静清静，将她关进慎刑司，由着她自生自灭。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臣妾对您一片赤诚，不忍您被蒙骗啊！皇上，皇上，你不可以这样对我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凌云彻，茂倩，朕当日给你们俩赐婚，本是好意，谁知你们夫妻俩却是这般难谐，真是弄巧成拙了。罢了，朕这个赐婚人，今日就做个恶人吧。凌云彻，你回去写封放弃书给茂倩，你们俩就此别过吧。微臣遵旨。我。皇上，臣妾无用，臣妾平白有协理6宫之责，不能为皇上皇后分忧。罢了，令妃，你先回去早些歇息吧。是。皇上，
冒歉诬告皇后娘娘，只是和离实在是太过轻纵了。冒歉和离之后，你着人将他关进庄子里，不许他再胡言乱语了。奴婢明白。下去吧。既然事情了了，臣妾也告退。皇后啊，你留下来，朕有话要与你说。皇上要说什么？坐吧。今日的事情是玉妃和冒歉胡闹了，可这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呢。皇上是疑心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唤臣妾过来，平白听这场羞辱。如懿啊，这些日子以来，凌云彻与你的流言，在宫中传得纷纷扰扰。朕也想不听不扰，可这阴影，在朕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且不说今日的事情了，那日朕在木兰围场，看见凌云彻那般的救你，他看你的眼神，分明不是一个奴才对主子的眼神。还有，你说他在冷宫那般的舍身救你，是不是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对你有了不轨之心呢？皇上，臣妾在冷宫，凌云彻多次救护是受您之命，得了玉壶的吩咐。而木兰围场之事，凌云彻本就是御前侍卫，舍身护主是他的职责所在，理所应当。皇上难道就要因为这个怀疑臣妾，怀疑救了你妻子和嫡子的人？如懿啊，到底是朕疑心了，还是他借阅犯上？你要这般的为他辩白说话？自从永景夭折之后，荣嫔入宫，你就常日跟朕赌气，不加理会。朕在想，你到底是因为何事和朕离心离德？难道是因为这个凌云彻吗？皇上如今怎会这般说话？永景夭折之后，难道不是因为皇上听了钦天监的天象之说，才不理会臣妾的吗？臣妾当日痛失永景，悲痛万分，皇上连面都不露，一直没有陪伴过臣妾，还跟臣妾说是臣妾克死了永景。皇上宁愿相信钦天监的荤话，也不相信臣妾，不相信臣妾和永景是为人所害。如今却说臣妾对皇上不加理会，还拿凌云彻来说话。永景伤势，难道朕不心痛吗？朕是皇帝，朕是夫君，你有明白过朕、慰藉过朕吗？至于天象之说，言传千古，代代相继，朕纵是信了又如何？臣妾不能如何，您是皇上，说什么都对，如今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，臣妾也无话可说。